上一讲谈到董仲舒出场论述天人感应的原理，留下了一个问题：得主行辅的观点到底是怎么论证出来的呢？温带地区春夏和秋冬的时长大差不差，为什么阴阳不是五五开呢？为什么德和行不能双管齐下并驾齐驱呢？天道为什么是阳主阴辅？董仲舒的论证其实呢有点乏力，但人间政治之所以得主行辅，这可有春秋大义作为理论支撑。董仲舒说自己认真研究了春秋的门本，看出来的春秋一开头的4个字大有深意，这4个字就是春王正月。以正常人的眼光来看，所谓春王正月不过是编年史所必备的时间坐标，说明这是春天，论月份的话，这是周王室历法当中的正月。但我们来看一看董仲舒是怎么做学问的。探求王道的本源，找到的是正，统治者必须端正自己，走正道。而在春芒正月这4个字里，正字仅仅排在第3位，第2位是王，第1位是春。那为什么要把春放在最开始呢？是因为春是天的所作所为，芒要做的就是效法上天，自己跟天道合拍了，就是正，太平盛世也就指日可待了。董仲舒这是把正月的正转换成了正确的正，那怎么才是正呢？就是和春合拍。人家春秋给出的时间坐标是把春摆在开头的，这就说明天道是以生机勃勃的春为主的，满目肃杀的秋只是辅助手段而已。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论证，一定会惊呼：天哪，做学问竟然可以这样！但我们要知道，董仲舒的学术代表了当时儒学的最高水平，而且以这套学术培养出大批弟子，而这些弟子纷纷学有所成，为建设汉帝国这座大厦没少添砖加瓦。和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不同的是，董仲舒真诚地相信自己这套理论，当然也真诚地相信他的解释力和预测力。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如果我们拿我们熟悉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去理解当时的儒术，那就理解卖了。当天道和人事的关系说清楚了，接下来就该阐述人要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了。董仲舒引用孔子名言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正确的政治方案并不会自我实现，一定需要人来推动。所以政治的治乱兴废，统治者必须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那么皇帝到底该怎么做呢？董仲舒搬出了春秋的一元理论。春秋文本本身只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，如果和《资治通鉴》这种编年史相比的话，春秋只能叫鲁国编年史大纲。但是当时有不少儒家学者相信春秋是孔子唯一的一部著作，有一字之褒，一字之贬，字缝里藏满了宇宙真理。怎么把这些以而不宣的真理，也就是春秋大义发掘出来，阐释学也就应运而生了。当时春秋阐释学分出了2大派系，一派以传说中的公羊羔为主师，一派以传说中的谷梁赤为主师，各自口传心授。终于阐释性的内容写成文本，算是定型了。一部叫做《春秋公羊传》，一部叫做《春秋谷梁传》。他们和以叙事见长的《春秋左氏传》一道，合称《春秋三传》。按照学术谱系，董仲舒算是公羊学派的，但他的学术见解其实已经自成一派了，只不过学术底色还是公羊学的。春秋既然是编年史，那么最基本的记事元素就是编年了。全书记录的第1年是鲁隐公元年，按说这不过就是一个时间坐标，没什么微言大义。但公羊学最突出的学术特点就是于无生处，挺惊雷，于是就指着元年的元字说起来了。既然是鲁隐公执政的第1年，为什么不叫1年而叫元年呢？大有深意，大有深意啊！到底有什么深意？董仲舒在答卷的第1段里就开始剖析了。简言之，如果只是叙述词那就是仅仅是个序号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但一个元字马上就把问题上升到了哲学高度，意味着搞政治一定要格外重视事物的开端，追溯那个影响着万事万物的原点。最高统治者的心就是世界的原点，
只要正心，就会依次正朝廷、正百官、正万民、正四方、正宇宙万物。当宇宙万物充盈了正气之后，邪气呢，自然就无处容身了。于是阴阳和谐，风调雨顺，万物繁衍生息，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部族都来臣服，所有的祥瑞都会出现。王道就是这样实现的。儒家虽然也分各门各派，但以上这个逻辑算得上基本共识。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，破绽下意见。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土壤，宗法社会是俗人社会，宗法大家长只要正心诚意，就不难感染到身边的老婆孩子，进而感染到身边最近的亲戚朋友。被感染的人又会把这份感染力逐渐的向脉传递。论证到了这一步都还没有问题，但问题是感染力的传递效能是很有限的。当社会的规模突破了临界值，俗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，这套逻辑就行不通了。就拿今天的大城市来说吧，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即便有了无怨弗届的现代传媒技术，面对现代大都市的规模，也只能徒唤奈何。而想要实现儒家的这种政治理想，但也不是全无办法，可以化整为零，鼓励诸侯国自治，鼓励乡村自治，但很显然，这和中央集权的大趋势背道而驰。当然，这是董仲舒的历史局限性，不该苛责，而他的对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我们不难找到原因。首先，开宗明义就是春秋的一元理论，恰恰切中了汉武帝即位新纪元的新年伊始。对于年仅17岁的汉武帝来说，励志色彩特别浓烈。其次，正本清源之后，既然核心治国要领无非就是正心2个字，看上去实在不难做到。在汉武帝看来，自己在元年这个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，掌握了正心这个简便易行的治国纲领，估计已经跃跃欲试，要去大展宏图了。最后在恰当的时机，运用恰当的方法，一定会达到怎样的目标呢？董仲舒把这个目标描绘得特别引人入胜，就好像近在眼前似的。汉武帝看来被董仲舒的对策打动了，发出了第2道策问，主题呢有2个。一，听说舜圣人垂拱而治，悠哉就把天下搞好了，但周文王忙得不可开交，也把天下搞好了，治理天下到底有没有一定之规呢？2，我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农业，但我现在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，也没有见有多大成效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呢？董仲舒又是一番长篇大论，说舜圣人继承的是尧圣人的政治遗产，自然呢就可以垂拱而治，而周文王要清理商纣王的政治遗产，那就必须操心劳神。当下的政治弊端，一是因为皇帝对民生问题还算不得太上心，二是因为人才选拔方式有偏颇。重点是第2项，董仲舒说，现在高级官员大多出身郎官，而郎官的来源要么是2000石官员的子弟，要么是家产达标的家庭。这些人只是出身好，但出身好未必就有品德有才干，而且在升迁标准上，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致冠，论资排辈而已，政治局面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呢？不妨做个改变，让诸侯、郡守2000石级别的高级官僚，每年从各自管辖的官吏和百姓当中举荐2名贤才入宫充当郎官，被举荐人的贤能与否，一定要和举荐人的赏罚挂钩。这么一来，举荐者都会尽心尽力，朝廷就可以变得天下贤才，尧舜时代的盛世就可以重现人间了。从这段内容来看，即便是董仲舒也不得不反对论资排辈，转而重视赏罚的作用，直到又通过赏罚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。对策提交上去，汉武帝的第3道策问又来了，核心意思是没讲透，您再往深里讲讲。这就引出了董仲舒的第3分对策，坦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：人民得不到教化，一门心思钻钱眼儿，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很多，1年之中就有成千上万起官司。且慢，如果董仲舒没有夸大其词的话，那么所谓
周云、成康、汉言、文景又从何说起呢？成康时代所谓天下安宁，行错40余年不用，看来文景之治远没有到这个标准。既然人心不古，违法遍地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董仲舒认为，要解决违法遍地的问题，就该向古代圣盲学习，搞好教化工作。那么，推行怎样的教化才对呢？正如策问所说的，古代圣盲各有各的教化，也各有各的不足。那么终极真理难道不只有一个，而且彼此矛盾吗？当然不是。董仲舒抛出一个重要命题，原话是：道者万事无弊，弊者道之是也。意思是说终极真理永恒不变，完美无缺。如果发现有缺陷，那不是因为真理本身有缺陷，而是因为存在着真理缺席的地方。这个逻辑很像是基督教神学论证上帝既然至善至公，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存在？原因是这样的，邪恶并不是一种作为实体的存在，而是善的缺失。换言之，人们将善的缺失状态称为恶，正如人们将光明照不到的地方称为黑暗。那么人们应当怎样认识真理呢？很简单，仔细观察天道就可以了。所谓观察天道其实也不难，只要观察自然界是怎么运转的就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自然界当中有没有人类社会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